OK， 二选一环节，你会喜欢之前软萌的小猪还是赛亚人呢？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喵哥，欢迎来到萌萌与魔玩俱乐部。今天我们来玩由Toys 出品的1:9包胶可动人偶极乐吸性系列第2弹悟空。这一次盒子和之前的猪小妹保持一致，都采用了透明大开窗的形式，从外观可以直接看到内容物。盒子表面的 UI 和对应的联名品牌都有所展示，两侧则是金边装饰的人物例会，后面是注意事项和产品信息。打开盒子过后有2版内容物，第一层为可拆卸的凤池紫金冠，人物主体1个，4张替换连线和4对替换手。第2层为金箍棒、酒葫芦，其次是1对裸足替换件，眼球调节工具和复古风格的支架1个，还有塑封袋装置的红领带和2个桃子。然后来看一下具体内容，先聊最核心的外观设计啊。极乐西行的世界观是把孙悟空设定成了妖界妖仙，整体造型在传统齐天大圣的元素上做了成熟良化的改编，设计取舍是很有特色的。标配可拆卸的头冠，冠饰搭配经典的红黑渐变鳞羽，鳞羽做了软胶材质，摆放不易折断，并且在内部镶嵌了铁丝，可以任意凹造型。在鳞羽末端的2个球球采用了植绒的形式，让材质显得更加真实。头部分的话有2套形态，戴头冠是可以复刻大圣威武气场啊，摘掉过后则是爆炸的渐变黄毛，发色从亮黄过渡到了橙色，毛发分块的涂装比较细腻，不得不说有点超3的感觉了。同时官方附带了5张替换脸，除了默认的冷峻普通脸，还有咧嘴战斗脸、尖牙坏笑脸、吐舌害羞脸和脸谱脸。其中脸谱脸是还原了戏剧后面的纹样，而且这一张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啊，这里非常有创意，但确实又不太适合在没有头冠的情况下去搭配。5种表情的话覆盖俏皮、凶悍、妩媚等多种风格，换脸搭配不同的配饰玩法比较丰富。其次是服饰，本次的服装设计造型和之前的天蓬类似，都充满了野性，全身铠甲采用鎏金做旧的组装，护手、裙甲、腿甲全部都雕刻了祥云和兽面的纹样，金属漆面是比较均匀的，并且在腿甲的部分还有皮革的细腻材质。手腕和脚腕处的红绳锐度自然，内衬搭配了虎皮纹的腰封，是传统虎皮裙的经典设计，边缘则点缀了毛绒的细节。衣身的红布条、绑带都是软胶成型的，和头冠连接的黑白棕相间的毛绒耳坠还原了一些美猴王的野性啊。黑白分段的绑带搭配兽毛的包边，国风元素和二次元少女的融合度非常高，在大腿部分有明显的印过的涂装。独立可动的橡胶猴尾材质相对于鳞羽来说偏硬了，但内嵌了铁丝，也可以自由的弯曲角度。而让大家值得注意的是，肯定是这个半包胶的素体了啊！买过之前天蓬或者是雷霆特遣队的兄弟应该不陌生。可动咱们放在后面说。模型除了本体的放松手以外，还给到了4对手型，分别是握持手、握拳手、屈掌和翘指手啊。首先效果很饱满且动作自然，其次是1对正常姿态和脚趾张开的裸足替换件。外形构造方面的话，和地款做出了一些区分，并且感觉造型更加惊艳了。脚趾的指甲和脚底的皮肤褶皱都有刻画表达，很懂啊。金箍棒的金色部分通体是浮雕的云纹，红色部分则是在2端连接处做出了一个从红到黑的阴影过渡啊。红感鎏金2头，尺寸标配的是1:9的比例握持。酒葫芦通体也有云纹的花样勾勒，金色与黑色的交叠观感不错。接着是这个红飘带啊，布料比较柔软，整体的造型和线路缝合都非常规整，铁丝骨架也能自由的弯着造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作为围脖或者披风使用。然后是2个套，这边的话我还没有拆开，但是这手感是没得说的呀。而第一台支架外观和功能性方面和之前的所有系列都是保持一致的，底部也有品牌和联名品牌的字符 logo， 同时收纳等功能也得到了继承，并且作为比例比较大的人偶啊，我觉得这个支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最后在模型的可动展示中和总结中作为本期视频的结尾。那这款悟空的话，核心卖点是金属内构加外包胶的一个软胶配置，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良化和原创的因素在里面。身高约22厘米 PVC ABS 或者是包胶复合用料。先说一下优点啊，躯干和四肢外层包胶避免了硬塑料裸露关节而影响了美感，肌肤看起来是通透均匀的，脖子、双臂、胸腹和腿的包胶一体成型，无论是把玩还是静态拍照，质感的相对于硬质塑料的塑体来说会有意思很多。而本次塑体在大臂和大腿关节的连接部分的稳固度表现是非常好的，又得益于外观不是这么庸杂，没有不必要的肩甲或者腿甲还有裙甲，所以在可动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能够尽情的掰。这次配件也给的很足啊，5款手型、2块脚型，然后一个金箍棒、酒葫芦、仙桃，在把玩度上做到了一定的升级。然后是说一下缺点，其实我也没觉得是缺点，但是我要提一下，因为有很多玩家还对于包胶人偶处于一种它可能会裂开爆胶或者出油的固有印象，但是合金重扣夹和去年的天蓬已经到现在已经有1到3年的时间啊，我手上的几款直到目前都没有任何的因为材质导致的瑕疵。这里的话还需要多久的时间考验，我个人也说不好，但是我比较还是建议买一个的话自己感受一下。那这款模型的话，官方定价是620，首发预售到手价是580，目前现货的价格的话是随着批次而浮动的。
然后我也是提供一下购买建议，如果你是稀有 IP 娘化神话人偶的爱好者，那作为极乐西行系列的第二个作品，整套收藏的价值我觉得还不错。那开订购后能够凑齐稀有4人组题材也是稀缺性比较高的，我记得前段时间天蓬没有再版的时候，价格好像是来到了900。然后至于 Toys 家老粉也是感受过品牌往期的产品品控这款是品牌稀有企划的第2款续作，做工品质也是将早期的产品的一些优点继承下来，也有不同的改进。那整体来看的话，与 Toys 这家悟空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诚意的。造型设计是跳出传统悟空人偶的固化思想，娘化改编保留了齐天大圣的核心元素，涂装和配置标配也是对标600元档位将就能打的一个状态。唯一的短板的话是包胶材质的天生损耗问题，那高强度把玩的话，我觉得还是慎重考虑，虽然我还是很推荐的。那后续极乐星系列还有2位角色，不知道是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后年WF 再去看一下他家的新品发布吧。OK，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个地方结束。如果有我在视频中没有讲的部分，大家都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提出来，我都会一一回复。希望每一个玩具都能成为礼物。我是后期喵，我们下期再见。